S 哲思谈思想以及恶魔的诞生。S 哲思的讯息，认识自己的力量，发展潜能。在这讯息中 ，S 哲思向读者传达了一封信，表达了他对他们在精神层面的支持和鼓励。他提醒读者，每个人都是一个多重次元的人格，内在拥有关于自己的知识和力量。虽然其他人的帮助在发展特定层面上是有益的，但最重要的是要肯定自己存在的完整性，并了解并利用自己内在的力量。S 哲思的工作和书籍提供了各种意念和技巧，帮助读者将哲学应用于日常生活中，丰富生命并解决问题。他强调，他的目标是提醒人们他们内在的力量，并鼓励他们去认识和运用这种力量。S 哲思告诉读者，他收到他们的信，虽然无法亲自回复，但他会将能量送给他们。这种能量帮助他们释放自己的了解和疗愈能力，或在需要帮助的地方提供支持。S 哲思强调，这种能量是永远可得的，且读者可以自主地运用它，不需要依赖其他人的干预。总的来说 ，S 哲思的讯息是关于自我觉知和内在力量的重要性。他鼓励读者相信自己的独特性和潜能，并将哲学知识应用于日常生活中，以丰富自己的生命。S 哲思的工作提供了一种帮助和指引，但最终他强调，读者是自己力量的主宰。S 哲思论思想和情感对身体的影响。S 哲思谈论了思想和情感对身体的影响。他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实验，指出当我们回想悲伤的事情时，相关的情绪和回忆会再次被唤起。同样的，回想愉快的事情时，身体也会产生相应的愉快反应。S 哲思解释了思想和情感是如何触发我们细胞中的记忆，这些记忆对我们的身体状况产生影响。他指出，这些精神方面的联想是活生生的能量结构，类似于细胞的组织过程，但它们的持久性通常较短。然而，这些思想形成了一个框架，直接影响住我们的身体细胞。S 哲思比喻思想像奇异的极微小动物，具有磁性的聚集成类似结构的特性。因此 ，S 哲思强调了思想和情感对我们的身体具有实质性的影响。透过回忆、联想和情感的过程，我们的精神和情绪状态会直接影响我们的身体状态和细胞反应。这种连结表明了心理和生理之间的密切关系，提醒我们思想的力量可以塑造我们的身心健康。3. 罪恶感的本质与影响。在 S 哲思的著作中，他讨论了对于什么值得向往，什么不值得向往，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信念与价值观如何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他强调，每个人对于成功、失败、好与坏的理解是基于他们个人的价值体系，而这些价值观则由对现实的信念和个人经验所累积形成。S 哲思提到，完美这个词存在住许多陷阱，因为它预设了一种无法改变、无法创造、不可移动的事物或状态。他强调心灵与思想是永远在变迁、变位和柔软的状态，不存在所谓的结束或开始点。他认为要达到完美，就必须固定在一个完成了的状态。在 S 哲思的著作中，它也涉及到罪恶感的本质和影响。罪恶感通常涉及一个人对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或思想感到道德上的不安或内疚。S 哲思认为，罪恶感的产生与个人的价值观和信念密切相关。首先，个人的价值观和信念会影响他们对于什么是对的和错的，什么是道德的和不道德的有所判断。这些价值观可能来自于文化、宗教、教育、家庭等不同的来源。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或思想与他们的价值观不一致，就可能引起罪恶感，因为他们感觉自己偏离了所认为正确的道路。
其次，社会和环境对个人的价值观和罪恶感也有影响。社会对某些行为或思想的评价可能会塑造个人的价值观，并影响他们是否感到罪恶感。例如，某些文化中可能对于特定行为感到羞愧，而在其他文化中可能被视为正常或被接受。罪恶感对个体的影响可以是积极的或消极的。适度的罪恶感可能有助于激励个人去改变错误的行为，从而达到成长和发展。然而，过度的罪恶感可能导致心理压力和负面情绪，甚至可能影响身心健康。因此，哲斯强调要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和对罪恶感的理解，避免陷入过度的自我批判或负面情绪中。最后，哲斯认为接受自己是一个重要的过程，这包括接受自己的缺点和不完美。他认为要学会爱自己，并懂得宽容，对自己有更宽广的视野。这样的态度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处理罪恶感，并促进个人的成长和幸福。4. 爱和攻击性是互相影响的。哲斯提到，爱和攻击性是互相影响的，无法抑制其中一个而不影响另一个。这里所谓的爱是指一种外向的情感，表现为关心、照顾、和谐等积极的情感表达。而攻击性则指一种对他人或环境的敌对、侵略性或攻击性行为。哲斯指出，爱和攻击性是一个整体的结构，无法单独存在或被抑制其中之一而不影响另一个。这是因为它们在一时的心理层面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举例来说，一个人可能因为内心的爱和关心而表现出友善、包容和支持的行为。但是，当这个人遇到压力、恐惧或不安时，这种爱的情感可能被攻击性所取代。这种转变可能导致他们变得敌对、防卫或对他人产生敌意。同样的，当一个人处于攻击性的状态下，可能因为某种原因感到威胁或受到挑战，这时候他们可能表现出愤怒、敌意或攻击性行为。然而，如果他们接触到某种爱的力量，比如接收到友好的支持或理解，攻击性可能会减缓或转化成更积极的情感。因此，爱和攻击性之间的相互影响表明这两个情感是心理上复杂而紧密相关的。了解这种关系可以帮助个人更好地处理情绪和行为，促进更健康、积极和有意义的互动。在人类行为和社会中，平衡爱和攻击性是实现和谐共处和解决问题的关键要素。